作为一个内向的人，有一些挑战是外向的人可能不知道的，但它带来了一些看起来彻头彻尾不公平的优势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来看看对内向者们来说不公平的优势。自我意识。如果有小伙伴是个内向的人，就往往会有自我意识，因为你对内省和独处的偏好，让你能够调节自己的思想和情绪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。你可能足够了解自己了，知道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。即使你想更多的了解自己，内向者反思和分析自己的能力，给了他们一种不同的自信。外向的人更容易感到自信，即使没资格，也愿意尝试。而内向的人则通过了解自己的极限，茁壮成长。注重细节的规划师。内向的人擅长计划和关注细节，因为他们喜欢独处，对事情进行深入思考。在安静的环境中，他们可以专注于任务和问题，花时间真正理解他们。这种耐心和谨慎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制定深思熟虑的计划，并做出决定，无论是组织活动还是做项目。内向的人注意小细节的能力都能带来更好的结果，因此即使他们可能并不总是寻求关注，内向的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集中精力。内向的人有专注的智力，因为他们可以在安静的地方真正集中精力，深入挖掘，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事物。他们不需要像外向的人那样从各种来源获得刺激，这些差异反映在他们的学习方式上。听起来内向的人在这里处于劣势，毕竟难道有小伙伴不想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吗？好吧，如果大家仔细想想，通常深入学习某个特定领域，要比对很多不同的领域略知一二更具优势。攻读学位并将知识应用到工作中，需要一个人尽可能多的了解自己所选择的特定领域。学习内向的人做事的方式是非常有利的。更周到的沟通。内向者和外向者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他们对社会刺激的反应方式。社交会给外向的人带来能量，却会榨干内向的人，这也影响了我们沟通的方式。内向的人倾向于仔细考虑他们要说什么，谈话的主题是什么，以及他们的听众是谁。他们不太可能说错话或无意中侮辱到谁。与内向者的对话也往往更深入，这是有利的，因为深入的、深思熟虑的沟通会带来很多好处。比如更强的联系，更强的解决冲突的能力，而且会让内向的人更善于观察、独立。内向的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孤独，这个问题源于对独立的需求。尽管他们有能力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，但内向的人不太可能依赖他们亲近的人。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消极，但在适当的情况下，如果避免孤独的负面影响，独立可能是非常有利的。独立和自我意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组合。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内向者了解自己，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，这就是势不可挡。那么以上就是内向者的不公平优势。如果这让大家觉得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点骄傲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点赞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看到更多类似的影片。